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56之路的存档。这个存档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而且都非常典型，我们就专门挑出来精讲一下。简单来看一下概况。在宣战苏联后前2个月里，顺风顺水逼近了明斯克，结果海军没拿下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导致盟军大量部队登陆，不得不拿大西洋壁垒的军队来填线。现在柏林也丢了，前线没有一支部队能够填满黄条，非常绝望，所以想请静坐来救场。从存档描述可以看出来，目前德军遇到2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北边被登陆了，然后柏林已经丢失，还有一个就是全线的部队黄条都填不满。作为这个钢四老法医，我刚开始是以为他这个装备不足，主要是自己把部队给冲完了。但是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东线的这个战报啊，他损失的装备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已经到了1942年了，损失这么多装备也是很正常的。第一个疑点排除，我们再来想第二个疑点，那就是可能它的这个生产线有问题啊。结果我打开来一看，感觉它这个给枪分配的场数量也还行啊，按道理我们这个枪不会特别缺啊。按每天产175条枪来算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后勤供应这个100多个师，按道理不应该会缺 6.7 万的枪啊。这个缺枪的数量就非常的反逻辑啊！要知道我们这个部队很多都是小编制啊，不应该特别消耗步枪的。按我们现在这个部队数量，如果真正缺枪的话，那我们所有部队应该都是空黄条才对啊。所以我最后还是把这个缺枪的源头归结到了这个镇压方面。但是我看他的这个占领地区，他也没有选错法案呀，为什么会这么缺枪呢？只能说这个56之路的模组玩的不多，我还真不知道它这个镇压居然需要这么多的步枪啊！它不仅要的这个步枪多，而且它这个抵抗度还特别高啊，根本就压不住。最严重的就是巴黎这一块啊，它这个抵抗力量已经87%了啊，我都不敢点开这个驻军日志看了。从这个驻军日志可以看到啊，我们在过去的12个月，因为镇压抵抗损失了36万人，而且装备损失了 11.5 万啊。光这个镇压消耗的枪的数量，粗略一算也得有5万多条了，真的是非常恐怖啊。我们这个东线打了1年，这个步枪损失也才3万多条，这镇压都损失了5万多了。碰见这种极端情况，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开戒严令啊！再不开，我们这个要原地爆国家出来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开戒严令已经晚了，因为我们缺的装备实在太多了。要知道啊，这个镇压波兰和法国都要消耗掉我们27个正规师，我们总共要54个师在这边镇压，这也太难了。不过还好，我们还有特殊手段啊，就是这个波南总督府啊，我们是可以放一些专员辖区出来的。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些小弟帮我们管一下，但是我不知道56之路这个抵抗啊，这个小弟压不压得住。现在按下这个决议的话，也就是仅仅放这么一小块出来啊，感觉对于我们这个管理镇压帮的忙并不大。而且这个波兰总督府好像并没有这个波兰的核心啊，所以感觉他也压不住。所以到这边我们只能启动最终方案了啊，就是把所有这些压不住的地区啊全部扔给队友。关于具体怎么扔我们也得考虑一下，我决定还是把这个法国地区啊全部扔给这个法兰西国啊，我们直接移交占领区即可。这边直接提交啊，这样的话应该就会轻松很多了。啊，这个法兰西国很开心的就接受了我们这个移交占领区的提议啊，剩下来的地再让这个意大利和波兰分一分啊，这样我们要管的地就非常少了。这边好像多给了一块地，还可以要回来。不过我们自己管的话，也是用我们自己的部队啊。多余的陆军经验再改一个25营旗加一宪兵队啊，然后切换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剩下来的地区需要镇压的话，也用不了几个师。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他这个部队的问题。他告诉我，这个装甲师的编制是从贴吧抄来的，他已经至少用了5年了啊，看来还是一个钢四资深玩家啊。这个装甲师我刚开始没看明白，我以为是什么经典的648，但是我越看越不对劲啊。
总的来说，我想不通任何一点这个编制的依据啊，因为它这个4个摩托化步兵提供的组织度实在是太少了。而且要知道，我们这个装甲营是基本上不提供 HP 的，所以我们只放4个摩步的话，这个 HP 值会非常的低。如果我们装甲师受到伤害的话，会损失大量的装备。所以考虑到细水长流，我们正常做装甲师还是最好保持这个步兵师和这个装甲师的比例1:1。然后他这个摩托化暴风突击队，我就非常的匪夷所思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他的这个摩步师塞5个中防空啊，他到底要用来对付什么东西，我是搞不懂的。其余的步兵师都是经典的9步3炮啊，如果能塞一个中防空的话，应该效果会好很多。看一下目前这个德国的兵力啊，主要就是国防军加装甲师和这个突击队。然后关于它这个坦克设计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能说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把引擎拉这么高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跟上这个摩步师但是我们最好还是用这种加速度的零件比较好而且如果我们想要叠甲的话，可以专门用一种坦克去叠甲，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在部队里面塞一个营就能把甲拉得很高了。如果用我们通用坦克去叠甲的话，我们可能花费会提高太多。其他的设计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通病。然后它这个生产线也是非常的浮夸基本上每种东西都造了一点可能每样东西都缺这个存档想救的话也不难，只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前线给拉平就可以了，直接从这个梅尔然后到这个斯洛伐克的边境拉一条直线，然后多出来的部队就可以回家把这个已经上岸的苏军解决一下。我们现在开始取消其他的工厂，专精造这个中坦的话，应该很快就能翻盘了。好，视频到这儿，我们先短暂休息2分钟。屏幕前的你是不是像我一样，经常睡一觉起来浑身累，偶尔还失眠落枕、颈肩疼，加上又经常久坐、看电脑、刷手机，颈肩一天不如一天，晚上睡不好，起床都难受。再看看睡了几年的枕头，是不是又塌又软？睡觉时脖子歪着，能不难受吗？如果你也有这个烦恼，一定要试试我最近用的温眠人体工学护颈枕。不是我吹，用了这个枕头，睡眠和颈肩质量确实改善了不少。我一开始睡不太习惯，但用了几天发现它比一般枕头更有效果，更科学。采用人体工学设计，分了不同睡觉区，仰睡区稳稳托着头部，侧睡区侧躺不压肩膀，还有一个专门的颈托，躺下去和头颈牢牢结合，不会歪头，睡得更稳更舒服。不像普通枕头那样脖子悬空，导致肩膀酸痛，落枕越睡越累。最神奇的是枕芯，不论怎么揉，不到5秒就恢复如初，得益于它的慢回弹记忆棉，支撑性和回弹性只是基本。主要可以放松肌肉，舒缓压力，睡着更舒服，让脖颈充分放松。我用它睡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塌陷，足足做了56项检测，安全省心又放心，而且品牌方承诺枕芯2年内有任何塌陷开裂直接换新，还送33天免费试睡，不满意直接退。就是这么诚意。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还有冰凉透气的科技冰丝，以及吸汗透气的纯棉枕套可供选择。夏天也不容易闷出汗，这时候弹幕就要问了，这枕头难道没有缺点吗？也是有的，需要一个适应期。第一次使用这种枕头需要慢慢习惯，不过他们家贴心设计了2款，矫正款适合习惯平躺仰睡的朋友，平衡款适合喜欢翻身侧睡的朋友，保证快速习惯和入眠。现在店铺上新品人体工学无压枕，材质上更柔软，面积上更大，更多清凉颜色可供选择。新品促销期间优惠力度更大，多款优品总有一款适合你。评论区领取专属优惠，原价将近400，到手只要200加，省了快一半。睡得好，吃得香，生活更棒，送给家人朋友也很不错。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个奥匈帝国的存档，这个存档还是有点意思的。静坐看看这个档还有没有救，和朋友一起玩的正规兵难度，我玩匈牙利，他玩罗马尼亚。我走的是奥匈帝国路线，拿下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走的貌似是罗马尼亚黄线。这个黄线是什么线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们创了一个阵营，因为38年德国要苏台德，所以和德国开战了，又拉他进战，和德意反复拉扯，一直拖到了40年8月，苏联向罗马尼亚要地没给，然后就同时打苏德意了。
我就纳闷了，给一下不行吗？不就比萨拉比亚吗？我们过几年再打回来就是了。这边美国没有加入同盟国，并不是这个原因啊，是因为才40年，时间没到啊。现在是波兰沦陷，几线作战，已经很难找到翻盘机会了。这个存档看到的第一眼，我的想法是感觉这个奥匈还挺健康的，至少他连这个苏台德都没有掉啊，还是有这个基本盘的。但是这个罗马尼亚就有点难顶了，他要一个人顶住整个苏联还是有点困难的。而且好像这个罗马尼亚的部队都在帮这个奥匈防守啊，自己家里面倒没几个师了。现在奥匈派了一些部队过来也不管事。所以说一开始我对这个存档的想法很简单啊，我们这个罗马尼亚应该是不能要了，我们所有部队拉回来守河吧，守这条河应该还是能守住的。毕竟苏台德都是好好的，我们完全可以回来守这个多瑙河以及右边这条蒂萨河。但是经过我仔细观察这个存档之后，我好像发现还不是那么一回事。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奥匈帝国的部队啊，它这个是经典的721啊，一共有18个，然后还有17个5部带工兵连。这个装甲厚度到40年以后应该是完全不够用了，它可能用的还是最基础的中防空。这种不叠甲的中防空我们一般也就只能用到39年啊，这时候我们就得给它换成焊接装甲了，可惜它没有研究啊，至少也得把这个装甲厚度再往上叠一点啊，这样才能勉强保持我们能精顿大量的敌军部队。反正给这个中防空叠甲也不是很贵啊，我们稍微多花一点钱而已啊，就能获得完整的精顿了。然后就是他现在正在造的这个中型坦克啊，这个配置非常的乞丐，而且没什么意义啊。我们如果军工不够用的话，还是先把我们的步炮师给补满吧。等我们拥有足够多的步炮之后，再想办法转这个中坦。目前这个奥匈能维持35个师，基本上也已经是油尽灯枯了，而且这个部队状态都不怎么好。我们再切到罗马尼亚这边来看一下，好像罗马尼亚的部队情况更惨一点啊，这个黄条都不过半的。罗马尼亚的主力也就是21个9步以及14个7.62炮，还有18个5步带支援连。罗马尼亚的主力也只有21个9步以及14个7.62炮，还有18个田线。我建议田线师还是不要带这个铲子啊，我们本来工厂就不够，还要分几个工厂出来造支援装备，完全不够用了。不过罗尼的这个机枪坦克还是有点想法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弄10引擎10装甲啊，反正也造不出来，无所谓了。本来我觉得这个罗马尼亚应该是要被苏联灭了，不过我想起来一件事啊，就是这个罗马尼亚的国策里面是有这个灵活的外交政策的。这个国策应该算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强国策了啊，罗马尼亚的专用保命国策。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点完了这个任命清轴心国政府啊，这边给我们解锁了长袖善舞的决议，可以看一下这个决议的效果。我们这个决议栏里面直接多了一个加入轴心国的决议啊，这个也太离谱了。那我们完全可以不管这个苏联了，我们直接点加入轴心国了呀。这边直接无条件和平了可还行。不过好像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啊，就是虽然我们和这个德国加苏联和平了，但是我们这个地好像少了一块啊，相当于是直接谈判完成了，放了一个新的罗马尼亚出来。虽然被吃了一大半，但是我们这个部队还在啊，或许我们可以在点这个决议之前把这个奥匈喊过来，一起打回来一些地，以免被吃得太惨。不过现在无条件和平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部队一起拉走去帮一下这个奥匈了啊！现在应该还是能再加入阵营的，反正是联机局，只要帮这个奥匈守住应该就可以了，或者说可以加入其他阵营去捣乱，也不是不行。比如现在就完全可以加入这个轴心国，然后再去把自己的地给打回来啊，这样子拉德国再帮一下自己的忙，这样反而能让苏联牵制住这个德国。总的来说，这个存档的解救方法还是挺多的，我们接下来想帮忙的话，也就是把这几条河守一下就行了。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存档，这个存档一眼看上去这个线条画的还是挺有艺术感的。这个存档描述写的有点太长了，我们就直接跳过了，就找几个关键点讲一下。
主要情况就是这个德军等了72个42宽中坦摩托化部队去进攻这个苏联，然后苏军一溃千里，但是又发动奇谋从瑞典登陆，被迫冰箱里的部队全部拿出来救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盟军又从这个加莱登陆了，导致这个法国这边战线也崩了。然后刚准备把这个盟军推下海的时候，这个波兰它又爆出来了，然后现在东线又崩了，所以现在就是这个苏联和波兰联通已经形成了这个乌克兰大饺子，已经不知道怎么玩下去了。虽然现在它这个存档到处都是问题但是我还是比较在意最后这一句话求求静坐大人救一救这个存档成功了我给你绝一晚上。真的吗？我不信，我怎么感觉这又是经典的空头支票不过他既然说了，我们还是可以来试一试如果本期视频能超过1万硬币的话，我们就来救一下这个存档我感觉这个存档难度应该不是特别大只是现在右边有个大饺子需要我们去救一下。它这个饺子还是有点抽象的，现在就差一点点就要被堵上了。而且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它这个饺子皮里面有126个师它总共就300多个师，它有1/3的部队在饺子里面。首先他这局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没有强制海拔，到处被登陆能被苏联登陆，然后又被这个盟军给登回来，导致法国也丢了。在这个法国最左边居然还有一波部队好像西班牙这边还有一波他这个怎么到处都散落着部队世界各地都有。然后就是这个致命的波兰问题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波兰突然爆出来了，这个很简单这个波兰是有国策的，如果让他把这个长路还乡点的差不多了，应该是会发动华沙起义的这个起义很离谱，直接就获得一个完整的波兰，还是挺恐怖的，就从你的这个整个地图中间深深炸出来一个波兰。所以现在这个德军被包也是情有可原。简单看一下这个德军的坦克设计，非常的豪华还是这个8000米的速度，用来打 AI 是绰绰有余了。然后与此同时，这个玩家还做了空军这个空军也是挺高级的，居然是将近100块的战斗机这个也太大手笔了吧。不过我个人感觉它这个100块的战机有点性价比太低了，尤其是它这个机动，你这100块战斗机机动就20多，这个也太丢人了。反正我不是很理解他为什么都要用这种中型机身这个根本玩不起我们没这个实力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还好，就是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什么时候叛变毕竟意大利已经被打到本土了，他要再丢几块地直接报这个内战了怎么办？我们难道还要去南方再打一架吗？接下来如果我们想救的话也不是特别难，毕竟这个德国的编制还是非常高级的，完全够我们用的。我们现在只需要把这个北边的部队全拉回来这个北欧就不要守了，我们回来守这个西线就行了。然后把多的部队比如这些装甲师感觉质量都挺不错的拉到这个罗马尼亚来，这边赶紧救一下。这个坦克好像有点大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敖德萨这边打过去的话，还是能把饺子里面部队救出来的，再把这个东线的部队全部拉回来，把这个波兰再打下来，应该就差不多了。总的来说，这个存档优势极大，并不存在什么难度我们只要能救出这个饺子就能随便打了。所以说这个存档要不要救还是得看大家投不投币了如果投币投到了我就救一下，反正我是挺好奇这个在存档描述里面说的东西能不能实现